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有一个粉丝想带着一家人来到四川旅游，他说让我给他探一探我们四川本土的名店，所以今天来到了我们这个陈麻婆豆腐总店。麻婆豆腐久负盛名，今天我们来尝一尝，跟我走吧。那我现在就准备点菜，你看一下这个菜单，它的菜单是纸的。 它这个不像别的哈，上来有扫码点菜。然后呢，我还注意到这个菜单上面除了价格之外，它写了分量。比如说糖醋脆皮鱼主料草鱼650块，就是1斤3两啊。它这个把重量标注出来了。然后还有这个菜的辣度啊，这个糖醋脆皮鱼它是没有辣的，它这里没辣椒。你看这个紫江鱼啊，它就有3颗辣椒，就代表有一点辣。别的你看都是1颗2颗。这个菜单要夸一下。 菜单做得很好，我们以后也可以借鉴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点菜，麻婆豆腐是必须点的，它3个赞。哦，这里有个汗蒸回锅肉、糖醋脆皮鱼、传统麻辣鸡。我们再点一个泉水豆花。感觉这个装修非常的中式啊，到处都是这种实木的木头，到处都是。这个是非常费钱的，费工费钱费时费力。这里用餐体验稍微比 之前探了几家要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它隔得非常开，面积够大。然后如果是我去做生意的话，在这种景区，这个房租可能承受不住，这个投资是非常的重资产了，这个一般人干不了。麻婆豆腐小份，这个的话比这个碗大不了太多啊。然后24块钱，哎，这个锅很烫啊，这个锅是烧过的，很明显啊，为了保温。然后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撒了蒜苗。 哎呦，这豆腐怎么是全是碎的？这太不应该了啊！麻婆豆腐这个可是它出的标准就是形状要完整啊。这个豆腐就基本上都是碎的。尝一块这个，这味道还可以，豆腐比较嫩，然后这个芡就完全勾上去了。然后吃到这个辣椒皮啊，它是泡椒，它不是豆瓣酱，这个泡椒的风味很重，它这个做的好的。 味呢调得非常纯正，这个芡勾得非常到位，这个豆腐上面是包着芡的，这个也是很典型的2流芡。如果芡勾不到位的话，这个豆腐就没有味道，做的不好了。这豆腐稀碎，完全可违背了他当初的这个制定这个菜的标准了。这不是我搅的啊，大家看看这个里面，它就是碎的，看到没？它这豆腐就是碎的，这一点作为一个厨师来说，从行业的角度来说，这个菜形状 不过关。24块钱的这个分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虽然说看它比较小，它下面很深，它这个口比较小。它做这个目的呢，也是为了能够让它更好的保温嘛。碗越小，上面的油就越厚。其实油是不多的，它把这个面封起来了，为了保温。这个是没有毛病的，分量不算多，但是还是可以。豆腐很嫩，它这个豆腐呢还是比较香的，啊，在豆腐的制作上面没有任何毛病。但是人家把这个豆腐做那么大的量，我猜的啊，做一大锅出来，味道能做这么好，那把这个豆腐已经研究的已经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了。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太碎。糖醋脆皮鱼42，哇，这个鱼上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啊，把这个葱扒开啊，你看糊了，这里糊的最要紧。 这个作为这条鱼来说，上来首先卖相就不予肯定了。它这个鱼应该是提前一锅炸很多条，这条鱼正好在锅底下面，挨着锅才炸糊了嘛。好，先尝一下味道。吃鱼先尝这个汁，这个芡也快勾成2流芡了，非常的浓厚啊。先尝一下味道，芡厚。这个鱼 算是比较传统的味道，甜不是特别甜，然后呢酸会压住甜一点点，然后呢这个汁吃起来很明显放了很多味精。现在尝一下鱼，这个鱼它炸完没有反，它是正的，这边是鱼头，它上来之后压了一下，把这个壳压开了，看到没？我先尝一下这个肉怎么样，看一下他说的是脆皮鱼，脆不脆啊？ 这个首先吃起来呢，它这层货跟棉袄一样比较厚，咬进去的里面的肉还是挺新鲜的，但是有一股很明显的苦味。
可能就是这个的问题吧，炸焦的味道。我没有吃这个炸黑的地方，我是吃的旁边的，也有这个味道。然后脆呢，这个它有一点点脆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看这个可以很完美的剥下来。它这个糊跟这个鱼，它们俩还不是特别合得来，随时都可以分得开。你看，大家吃鱼的时候看这个位置，这个鱼啊，这样子夹开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它就一块一块的下来。这种鱼就是新鲜的，不新鲜的鱼就是它就像那个湿了水的棉絮一样，一撕开，它有丝粘连在那个地方。鱼很新鲜，但是呢，勾芡没做到位，这个糊没做到位，不脆。这个造型也一般般，就这条鱼没有什么特色，就是非常家常的一个不脆皮的糖醋草鱼。泉水豆花22块钱，这个分量倒是不小啊，这里估计有个1斤半、1斤2两、1斤3两的这个豆花的量。我先尝一下这个水好不好喝。这个水呢，在我们本地叫做甜汤，在四川来说也叫做告水。这个豆花的汤还是挺正宗的，尝一下豆腐。这个豆花呢偏老，这豆花就离不开蘸水。这个蘸水呢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，我先尝一下。我们富顺的豆花上面一定要放小米辣、蒜，还有这个鱼香叶。这个蘸水非常咸，很咸。还有这个蘸水不是自己做的，是工厂里面出来的，有一股工业的味道。因为作为富顺人来说，对这个东西太敏感了。这个豆花配上这个蘸水，没有太多的特色。汗蒸回锅肉29，据说是用2刀肉。这个2刀肉嘛，确实是个2刀肉，但是它的肥的去哪了？这个是不大好的2刀肉，2刀肉脱层的那一部分。我先尝一下味道，有肉的骚味。我再吃另外一块，哟，这个还带着章哦，刚才那块肥的在这里。哎，刚哥，这个章能吃吗？这个章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在饭店里出现这个，总感觉让人不太舒服。还好，有这个章你放心的吃。如果是红色的章，你千万要注意了，是不合格的猪肉。这块没有骚味，我刚才第一块有骚味，再吃一块。这个辣椒，这分量还是不错的。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叫汗蒸吗？这回锅肉是用水煮还是用汗蒸，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个区别，用来蒸可以大批量生产，能源耗的极少。一个蒸柜可以蒸100-200斤猪肉，但是你要是煮这100-200斤鸡肉，你得放100-200斤水，这一桶水烧开就得耗多少能源？至于是煮还是蒸，没有任何区别，出来的口感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材料也确实是用的是2刀肉啊，它里面的材料就是2刀肉，不怎么好的2刀肉，脱层的2刀肉啊，然后加了这个2荆条，有豆豉，有豆瓣酱。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回锅肉加成的一个炒法。2刀肉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瘦的吃进去了之后它化渣，肥的不腻。正常来说，2刀肉炒出来比五花肉更香。这道菜中规中矩，也没有突出的点。但是我觉得29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来这里旅游呢，点这一份菜29块钱，从分量上来说是可以的，值得推荐啊。至于口味嘛，那自己来品尝。好，传统麻辣鸡220克58，我先尝一下这个味道啊。先夹一块，它菜单上写的是土鸡，记住了是土鸡。它的肉比较松散，应该是煮的比较长的时间。然后呢是红油味的，这个红油味明显不是很香，麻辣味也不是很重，比较淡。
然后他说的是220克，这个鸡下面肯定是一层一层这个垫底的菜，全是葱，有葱，有这个腌笋，有这个笋，啊，全是小葱段，小葱段。我尝尝这个腌笋，没有味道，没有任何味道。这道菜整体来说，土鸡的口感不够，红油的香味不够，麻辣味也不是很够。我觉得花58块钱吃这一份鸡，第一个是贵了，第二是味道不突出。还有这个菜，你看盘子也是破的，这种盘子的话，要是我开餐厅，这种盘子就不要了。然后这5道菜我们都吃过了，麻婆豆腐除了说碎之外没有任何缺点。然后这一个汗蒸回锅肉，分量上值得推荐，它就便宜啊，29块钱是吧？这个分量可以。然后剩下的3个菜吧，各有各的缺点，各有各的瑕疵，都不推荐这3个菜。这5个菜的上菜时间非常快，10分钟全部上齐，这个速度超快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吃饭吧。我突然发现这一壶茶是按2个人1位来收的，但是服务员端上来的时候可没有讲，如果你倒了的话，你倒来喝了就要付2块钱1个人。他唯一在这个菜单里面写了，在这个增值服务这里写了这个菊花茶啊，2块钱1位。这个我觉得服务员有必要提醒一下顾客，就是倒茶喝，茶位费是2块钱1个人啊。这个我觉得服务员做的不是很到位。现在我们饭就吃完了，我们4个人总共消费193。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来跟我的粉丝做一个体验。我发现了这里来的大部分都是游客，很多是拉着箱子来的。然后他的菜呢，麻婆豆腐做的确实无可挑剔，就是稍微碎了一点。像别的川菜就做的很一般。如果你要吃别的好的川菜，其实可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。然后作为一个餐饮人来说啊，他这个菜单上面我数了一下，总共有130多道菜。它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投资做餐饮人，做餐饮店这么大的店，它的门槛非常高，不是普通的这个餐饮人能做得了的。相对来说，我们就基本上没办法你也拿不到这么好的店这个位置。然后最后呢，这个菜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它把上面的主辅料、重量、分量、价格全部打进去了。我觉得未来我们做餐饮也要借鉴它的东西，菜单，好吧？我们本期为粉丝体验的视频到此结束。